他是不是第一次冲浪，然后那姐说哦，然后此时此刻，谢谢1024，此时此刻刚好游轮的广播响了，就是全英文，叽里呱啦叽里呱啦，的。然后这姐说，那你听一听，这会在说啥？给我翻译一下呗。我说姐，我不知道啊，我说我听不懂啊。说太快了，太长了，我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。只能说东北大姐就是很热情，怎么都能跟你聊起来。对。看上我的坚果了是吧？我的英语也很厉害，起码沟通无障碍。他很厉害，他说有一天麻烦不要重复申请进群。只看到了这几个字，不要重复申请进群。你要说哪一个？就是有一天，因为我们船上那个餐厅是有开放时间的嘛，就比如说2点到5点是吃不了饭的，然后然后我们那个房间它是只有第一天给水，然后其他时间都不给水，然后我们就要去餐厅里面接水。然后这位老师呢，他就去接水的时候，刚好碰到人家餐厅关门了，然后他就用他一口流利的英语跟人家说，人家不让他进，他跟人家说，谢谢妮妮。No, I don't eat. I'm drink. 厉害吧？他意思跟我说关门了，里边没有吃的了，巴拉巴拉巴拉，我也听不懂了，要关门了。我寻思，你就是把吃的全收了，你那喝的那个机器总在那放着吧？然后我就跟他说 ，I'm no eat, I'm drink。他听懂了，他让我进去了，接了2瓶水出来了。哎呀！但是我这次就是有容老师点了我一下，说现在外国人都图方便，就说中国式英语，就比如100多少都不说，就比如105都不说100什么的，就直接就是105。然后我还在那拼命的，就是在那准备说100多少来，然后他在我旁边说105。他在努力想后边的那个叫什么，叫副词还叫量词还叫啥 100 比如说这25，他还努力的去想125，然后我说125。头没办法，会的太少了，再加上我头脑简单。谢谢崔妮儿，谢谢崔妮儿。真的就是肢体语言苦苦表达。我都想好，本来我想好了，我第一次去餐厅的时候，是我一个人去，他睡觉，就是一个单独的那个叫什么自助餐厅。我想好了，谢谢提他如果要是不说不明白的话，我就跟他说鸡肉就咯，猪肉牛门，然后人家写着中文的。这很方便，我就不用出丑了。但你今天早上不也是吗？今天早上就是我今天对他提了一个很苛刻的要求，就是前2天早餐的那个煎蛋都是纯溏心蛋。你先说一下吧，不要重复进群。哦，不要重复进群。等那个下播了以后，他们那个管理员会统一处理。然后你要是想这个申请某一个群的话，你要把原来的群退掉，不然的话管理员会增加很多的工作量。他也会看到你重复进群，说明你也进不去，是这样的。我俩其实去小日子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用的翻译软件，因为他们的英文很差，就是他们的英文就是带一股浓重的口音，就是
就是说护照 passport， 然后在那很费劲的听了啥玩意儿passport 是啥玩意儿？然后我就每天就打开翻译软件跟他们就是交流，真的是说，但是普通在船上的话就是散装英语、中国式英语加肢体动作还是能比划一下的。今天早上我对他提了一个很苛刻的要求，就是因为那个早餐糖现在都是流心的嘛，然后我就说了两句，我说哎呀，我说你想吃不想吃？这我来。你说。人家上面有溏心蛋2种，一种是单煎面，这边就不煎，这边就像那个生鸡蛋一样，就结了一层小膜，这边煎熟了。一种是双煎蛋，两边都稍稍的给你煎一下，中间是糖心儿的，但是那个糖心儿真的很糖，就很生，他就不喜欢。我说你不是想吃煎蛋吗？我怎么打过来你又不吃呢？那个糖心儿太糖了，我不喜欢。我说那你喜欢啥样的？我喜欢那种，怎么说呢？我说你要实心儿的，不行，我就要糖心儿的。我说那就是糖心儿的，不行，太糖了。那你要怎样呢？我要糖心儿的，但是呢，要煎的两边金黄，酥酥脆脆的，就很焦香的那种。我说你要不要听一下你在说什么？我说我用中文去跟别人表达都很困难，让别人 get 到你这个点。我怎么用什么东南亚语？就因为煎鸡蛋的那个，我看过那几个厨师，好几天都是那个属于应该是东南亚的。我怎么该跟他形容呢？然后其实已经放弃了，他不打算吃了。然后我去了，我在这看了，我在这站着看。我这样跟别人，我在想，我这么跟别人说，人会不会打我，拿勺子缠我？然后后来我突然之间灵机一动，我就看到他旁边那个位置有一个位置啊，是他每一天都很固定的放着鸡肉、猪肉、牛肉和三文鱼，就是用来煎的。然后我就瞅着，我说爱个，然后我就指着旁边那个放牛肉放煎牛排的那个地方，我说那个牛排。然后那个人就牛，我一心他听不懂，我就那个7分熟。那个人那个地方早餐是没有牛排的，他就看我在那个很空的地方在那比划，我这个，然后1、2、3、4，我就这个牛排7分熟。然后就过来一个人，然后英语也不太好，也是属于那种散装的，但是能跟他说出牛排，然后跟他说7分熟，然后人家跟我大概的意思就是就是没有牛排，然后说no egg 7分熟，然后那个人这样然后他就去给你煎鸡蛋去了。就一脸迷茫哎呀，顿时觉得自己好帅啊，很厉害哦。所以而且就是怎么着呢，就是回来被这个歌还要装一波，就是我现在吃着鸡蛋，谢谢向日葵。我在那就是吃鸡蛋嘛，然后我说今天这个鸡蛋怎么不是全溏心的，是半熟的哎，然后他就这样，他在我旁边玩手机。我说咋了？哎，你就没有想过是我帮你弄晕？四川哥，哎呀，没有办法。就你看他那样子，一看就是哎呀，玩着手机还要硬装一会儿。快夸我！傲娇的很呐，谢谢郭佳佳。大家不要重复申请群啊，不然管理员会很麻烦的。
关系，就是大家不用在评论区教他英语，因为我基本上尝试过一次教他，我这次都没有这个想法，因为于露会靠他的肢体语言，中国英语和肢体语言去表达，他更顺一点。你要让他说，哎，那个牛排是啥 ？beef steak 吗？还是什么鬼的？你要跟他说这个单词，他要记，他就哎呀，我费劲儿了，啥玩意儿，记半天。我会比划呀，这个东西，哎，你不管了，东北人的天赋，你这哎呀，你不管了。爱个7分熟。没想到吧？我也是突然之间灵机一动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谢谢美滋。看什么？树莓。哦。古装剧没有。翻译软件我嫌麻烦，而且你想，刚才我说出来都那么用中文说出来都那么麻烦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他打字。因为船上还是挺好沟通的，就是你怎么着都能逮到几个中国人，或者是基本的，而且就是船员，就算是外国人，有一些那个中文他们也都会知道。对，有的人就是真的，但是中文现在真的很多人都热了。这个茶好热。你带小风扇了吗？来，我好像带了。还没带。我没拿出来。我没瞅见啊，我拿东西出来的时候没瞅见啊。看，没有。但我也没拿出来，我拿着那堆东西没有小风扇。去哪了？那可能在桌子上。在桌子上，算了，没事，回去再找。微出汗吧。还好微出汗。但是我们下船是真的不用翻译软件，不行，寸步难行。很多酒店的普通话。就是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，然后下船吃了个饭，谢谢面包。然后有一个中国人的救赎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然后我按那个服务铃，然后小日子人进来，我就说 No, please Chinese, thank you 。给我叫了个中国人，我不要你 No。但人多嘛，咱人多嘛，到处都是。